日本强推核污染水排海，引发国际社会极大愤慨之际，据日本媒体29号报道，日本政府将制定海洋开发重点战略，发展海洋经济。预计今年年内，由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挂帅的综合海洋政策总部将确定第一部分重点战略。不出所料，这份海洋新战略又扯上中国，对中国正常海洋活动进行抹黑，并试图借渲染所谓中国威胁，进一步谋求军事扩张。据日本读卖新闻8月29号报道，日本将于年内制定新的海洋战略。为确保预算，日本政府正考虑以使用几个年度为前提，创立海洋开发战略资金。估计其内容将包括自主式水下航行器的国产化、小笠原群岛和南鸟岛及周边海域的开发等，以便获得稀土等资源。日媒称，日本政府此举目的在于摆脱对中国的稀土依赖。美国地质勘察局的数据显示，2022年全球30万吨稀土产量中，21万吨由中国生产。日本每年的稀土消费量将近2万吨，几乎全部依赖进口，其中60%来自中国。而在太平洋中的一个火山岛，隶属东京都管辖的南鸟岛海底，已经确认蕴藏着大量稀土泥，因此日本政府计划在南鸟岛建设装卸和冶炼设施。讽刺的是，日本政府一方面提出海洋战略要维护国家海洋安全，另一方面又无视国际社会的強烈反对，单方面強行启動福島核事故污染水排海，危害全球海洋安全。30年、40年、50年というふうにわたって、その放出が続くわけですから、どんなにその微量ずつ微量で放出されたとしても、やはり海底度、海の底に溜まっていったり、海の中にはいろんな生き物がいますので、そういう生き物に蓄積していくというふうに思いますね。はい。長瀬の使ったら、当日はね、我々魚も売れないし。こういうことなんでやるんだかと。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新版海洋开发重点战略基于今年4月更新的海洋基本计划。自2008年首次发布以来，日本政府每隔5年更新一次海洋基本计划。与上一版相比，日本新版海洋基本计划最突出的特点是试图通过渲染周边安全威胁，强调强化防卫力量与海洋执法能力的紧迫性。文件不仅污蔑中国海警船的正当执法维权行动，甚至刻意歪曲中国在东海、南海维护国家主权的合法行动。日本读卖新闻称，新版计划重点关注了中国船只经常驶入日本专属经济区。梳理日本海洋战略，不难发现，日本政府并非聚焦于和平利用海洋、和平解决争端，而是反复渲染所谓安全威胁，企图突破和平宪法约束，为增加防卫费和增强所谓防卫力量寻找借口。值得注意的是，日方新版海洋基本计划的发布背景是去年底日本政府更新了安保3文件，将中国视为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上个月出台的2023版防卫白皮书继续沿用此说法，将之前的中国军事威胁由强烈担忧上升为最大的战略挑战。日本现在是拼命的在增强军事力量，那目的呢就是想实现呢日本的所谓军事正常化，然后呢就配合美国加大了对华遏制的力度嘛，所以日本现在呢，不断的对中国呢进行抹黑，对中国呢进行攻击，以及呢炒作中国威胁论。今年3月，日本国会参议院通过2023财年预算案，防卫费增至超6.82万亿日元，是2022财年的1.26倍，创历史最高纪录。根据日本政府的计划，最近5年要将防卫费翻一番，每年的增速超过20%，是世界范围内现阶段防卫费用增速最快的国家。据悉，2024财年防卫费预算数额超过7万亿日元，新增武器采购项目包括远程导弹、宙斯盾舰以及用于岛屿防卫的高速滑翔弹量产等。值得警惕的是，日本还不断拉拢域外国家到周边演习，强化与北约的合作。前不久结束的戴维营美日韩领导人峰会还宣布，将推进美日韩3国跨军种联演机制化。日本在军事方面加强和其他国家的关系呢，已经是一个非常明显的趋势了。这是美国受益的，也是美国支持的。那一是能够呢讨美国的欢心，让美国呢进一步对日本进行松绑；二呢，日本实际上趁机和这些国家呢进行军事方面的合作，能够获得更多的好处。相关话题来连线时事评论员白梦辰。白先生您好。在日本政府去年修订安保3文件之后，发布新版海洋基本计划，现在又提出制定海洋开发重点战略。那么，根据您的观察，日本的海洋战略透露出怎样的军事扩张信号？ 日本在军事方面加强和其他国家的关系呢，已经是一个非常明显的趋势了。这是美国受益的，也是美国支持的。那一是能够呢讨美国的欢心，让美国呢进一步对日本进行松绑；二呢，日本实际上趁机和其他国家呢进行军事方面的合作，能够获得更多的好处。相关话题来连线时事评论员白梦辰。白先生您好。在日本政府去年修订安保3文件之后，发布新版海洋基本计划，现在又提出制定海洋开发重点战略。那么根据您的观察，日本的海洋战略透露出怎样的军事扩张信号？
一方面是还是继续渲染所谓日本现在受到前所未有的威胁，另外一方面呢，要强调把日本的海保跟这个自卫队进行一个有效的整合。同时呢，这个要求要尽快的发展，你比如说水下无人潜航器啊，日本叫自律型的无人潜航器。那么这些先进的技术，那么试图借此呢，对周边的国家进行这种日本方面所谓的有效的威胁。那么总的来说呢，整个日本现在新的版本这个海洋的基本计划呢，看得出来日本方面已经由过去的这个专守防御变得越来越强调进攻，而且呢，我们说这个跟日本传统的不宣而战的这种军事传统结合，所以它强调它的打击手段的多样化和这种手段的隐蔽性。那么对于日本来讲呢，他认为自身呢在周边现在跟周边的一些国家在实力上面啊，那么有着比较大的差别，所以他越来越多的希望借助一些非常规的手段，同时呢，在西方尤其是美国技术的支持之下，那么利用国内的一些之前这个用各种各样理由所积累的技术，那么迅速的形成对外突袭，尤其是日本方面所谓的纵深打击的能力。这些呢，我觉得从中国这样一个曾经被日本侵略过的国家，那么包括我们说中国在内其他的印太曾经被日本方面侵略过的国家，我觉得都要认真的去警醒。新版日本海洋基本计划中提出，日本将与美国等国一起遏制有事的发生和单方面改变周边现状的尝试，推动国际关系，特别是印太地区实现新的力量平衡。那么，对于这样的表述，您是如何看？首先我们说整个印太的所谓力量平衡，在日本的语态之中啊，并不是正常意义上的平衡，而是呢，就跟美国包括澳大利亚之前所不断的鼓吹的所谓平衡一样，是希望能够回到过去美国在印太方向上一家独大，那么采取这种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态势，那么对这个跟就美国视为假想敌的一些国家，那么进行对抗的一种状态。那么这种状态，我们说，当然，首先它是不利于印太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的。更重要的是，它其实也不符合美国现在自身的实力收缩的一个现状。那么试图去扭转这个整个形势的发展，我们说这个其实就是我们讲螳臂当车的一个状态。那么对于日本来说呢，日本方面一方面他认为自身的这个经济啊、工业的这个影响力和水平，那么在整个印太是要排到前几位的。他认为呢，这些相关的能力呢，应该直接等同于日本在这个区域所理解的这种国与国之间的关系，甚至我们说是军事的排名。那么现在美国采取的是一种松绑的战略，那么对于日本也好，澳大利亚也好，包括像韩国，那么你们无论是想发展什么样的力量，美国都予以支持默许。对于日本来讲，他一方面呢，把自己扮演或者说是伪装成美国的这个所谓坚定的盟友，同时他在这个过程之中，其实一直以来也在满足自己的扩军备战的野心。看得出来，日本的野心呢，并不是甘于只在美国的身边当一个这个跟屁虫。日本还是有一部分人，或者是相当的一批政治和军界的人士，那么认为呢，日本有可能回到这个太平洋战争之前的那种在印太方向的地位上。那么我觉得日本的这种野心啊，无论他现在把自己打扮成什么样子，最后呢，都有可能会对周边的国家乃至于整个区域的和平稳定造成不利的影响。